这第二件神脉品名为龙魂木，其内有一缕龙魂，一旦将其收服，便可提高自身的神魂力量，同时可震慑神魂的霸道力量。龙魂木起拍价2000万圣元。女子主持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每一个字都像是在琴弦上跳动的音符，撩拨着在场众人的心弦。在场的众人纷纷交头接耳，他们的眼神中既有贪婪也有犹豫。龙魂木的价值不言而喻，但这样的神脉品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。2200万、2400万，有的人开始出价，数字如同竞相开放的花朵，每一次加码都让空气更加凝重。竞价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每个人都在暗中较量，试图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。而那块龙魂木仿佛有着自己的意志，它在等待着，等待着能够驾驭它的人，等待着能够唤醒它的主人。5000万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价格已经翻了好几倍，但竞争者仍然没有减少。这块龙魂木，每个人都仿佛要势在必得。一位白发老者眼中闪过一丝激动，也给出了更高的价格，5500万。而在另一处，一位年轻商人则面露犹豫，转头与身旁的一位少女窃窃私语，权衡着心中的利益与风险。那位少女双唇紧抿，显露出她对这件宝物势在必得的决心。6000万竞价的声音此起彼伏，从低到高，众人的心跳随着每一次出价的提升而加速。神脉会广场内的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块龙魂木上，仿佛它是一件能够左右命运的宝物。女子主持优雅地引导着竞价，她的声音如同黄鹂鸣翠柳，却又不失威严。然而，那位神秘的黑衣男子突然举牌，其气势之强，让四周的空气似乎都为之一紧。1亿。最终，当价格定格在一个惊人的数字时，女子主持便是转头看向了那位黑衣男子的方向，脸上出现一抹不易察觉的意思。1亿1次，1亿2次，1亿3次成交，恭喜这位先生顺利拿下第二轮神脉品。最后，女子主持敲响了小锤，宣告了第二轮竞拍的结束。那位黑衣男子如同夜色中的猛兽，其一举手一投足间散发着不容小觑的气势。当他刚刚轻启薄唇，1亿圣元的数字如惊雷般在神脉会广场中回荡，让所有人为之动容。这不仅是财富的象征，更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。而萧炎等人的目光有些诧异地望着他们正对面的那位黑衣男子方向。刚刚他们显然没有想到一块龙魂木会让他出手竞拍，难道这东西对他有用？按理说，虽然龙魂木中有一道龙魂可以提升自己的神魂，可是以对方的实力根本就不需要这东西来提升，可为什么他会选择以高价去拍下呢？灵动和沐尘以及花仙子三人也面露匪夷所思之色，他们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一幕。随着第二轮竞拍结束，第三轮神脉品五色石被掀开了红色纱布，五色石熠熠生辉，色彩斑斓，仿佛蕴藏着无尽的神秘力量。起拍价3000万圣元，但竞价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每个参与者都渴望将这块神奇的五色石据为己有。价格一路攀升，直至8000万。一位神秘的强者最终以这个令人啧舌的价格将五色石收入囊中，他的脸上挂着淡淡的得意，而周围的人则是既羡慕又嫉妒。紧接着，第四轮神脉品碧水珠缓缓亮相，碧水珠流转着幽蓝的光芒，宛如深海中的珍珠，引人遐想。竞价再一次的升温，每一次竞价都是对财富和权力的比拼。终于，在一阵高过一阵的竞价声中，一位出手阔绰的势力强者以9000万圣元的高价赢得了这场争夺。碧水珠似乎注定要成为他权力象征的一部分。整个神脉品广场内的气氛如同沸腾的热水，众人的热情与贪婪在此刻达到了顶点。而那些未能得偿所愿的势力之人，虽然面露失望，却也在心中暗自计划着下一次竞拍的策略。在这场金钱与欲望的较量中，每个人都是参与者，也是这场神脉会的主角见证者。时间悄然流逝，神脉会现场气氛愈发热烈，那些稀世珍宝一件件以天价成交，引得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惊叹。已经将近半数神脉品已归得主，竞价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，将气氛推向顶峰。然而，女子主持依旧面带甜美的微笑，每一次报价都像是击打在人们心上的鼓点，让人心跳加速。她似乎完全不受周围狂热情绪的影响，依旧保持着一份从容的微笑，从容地揭开第52轮神脉品幻月花。这幻月花传闻是一种奇花，花瓣透着淡淡的月光，仿佛凝聚了月色精华。当它绽放时，花香弥漫，能将人的意识引入一个虚幻而美丽的幻月世界。在那里，一切招式技能都会变得不太真实，如同在月光下舞动的雾气，触之即散。而云云的目光紧紧锁定那朵幻月花，他能感觉到体内的花仙之道在此刻正在发生异常。自修炼花仙之道的他，从未有过这样的一个异常情况，而现在对于这幻月花的感应异乎寻常。花仙子云云的心跳加速，呼吸也变得清浅。幻月花对他来说，不仅仅是一件神脉品，更像是一种召唤，一种来自古老传说中的力量在呼唤他。更准确地说，
应该是在呼唤他体内的花仙之道。周围人众人还在为幻月花的美丽和神奇而赞叹不已，但对于花仙子云韵来说，这一刻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了。幻月花的花瓣在她眼中仿佛有了生命，它们轻轻摇曳，似乎在引领她进入一个只属于花仙的幻月之境。难道这幻月花与花仙之道有什么联系？花仙子云韵的脑海中疯狂地运转，而这一个想法也在她的脑海中浮现。突然，一声高昂的竞价打断了云韵的沉思，她回过神来，知道这是她出手的时刻。坐在一旁的萧炎立马察觉到云韵的异常，便问道：“云韵怎么了？”萧炎的眉头微微皱起，他敏锐的目光紧紧锁定着云韵，试图从她细微的变化中捕捉到更多信息。花仙子云韵的脸色微变，似乎有着难以言喻的牵连，她轻声细语，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：“萧炎，我感觉到这幻月花与我体内的花仙之道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，它在召唤我。”听到云韵的解释，萧炎眼中闪过一丝坚定，他深知云韵对这幻月花的需要。萧炎的目光此刻紧紧盯着竞拍台上那朵看似平凡的幻月花，尽管他并未能察觉幻月朵有何特别，但从云韵微变的神色中，他读懂了他的渴望。他伸出手，动作沉稳而有力，开始在竞价中逐步攀升。整个神脉会广场内的气氛随着萧炎的加入而变得紧张起来，众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突然出手的青年。他们是丹神塔支的人，没想到这么快丹神塔的人就出价了，看来丹神塔这朵幻月花有着一些兴趣。但是既然丹神塔都出手了，看来这幻月花的最终归属应该就非他们莫属了。不少众人开始激烈地讨论了起来，在他们的心中，丹神塔只要一出手，那么此物就必须是他们的了。因为丹神塔的财力底蕴在整个万界神州都是顶尖的存在，所以即便在座的势力强者也想要幻月花，但是财力底蕴根本比不上丹神塔的出价，所以也只能纷纷放弃了竞价。萧炎的眼神坚定，仿佛已经预见到了幻月花落入云韵手中的那一刻。原本还只是出价在6000万圣元，现在他的一出手直接是达到了1个亿，如此价格已经击退了大部分的势力强者。花仙子云韵则静静站在一旁，她的目光温柔地追随着萧炎的动作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感。虽然丹神塔已经出手，但是仍然也有一些势力强者需要幻月花，依旧开始了他们的竞价。1亿1000万、1亿3000万、2亿。就在竞价即将达到顶峰之时，萧炎再一次猛地抬高了出价，瞬间将竞争者们甩在了身后。幻月花如同对云韵的决心有所感应，绽放出淡淡的光芒，仿佛在迎接即将到来的主人。花仙子云韵的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容，她知道有了这朵幻月花，她与萧炎之间的羁绊将会更加深厚。神脉会广场内的气氛骤然紧张，萧炎的身影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出，他的眼神专注而深邃，仿佛整个神脉会广场在此刻只剩下了他和云韵以及那朵幻月花。而2亿圣元的高价是目前神脉会当中出价最高的一次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高价面前，几乎所有的势力强者纷纷放弃了，毕竟后面还有更多更高级的神脉品，不能因为幻月花去盲目的出高价。2亿1次，2亿2次，2亿3次，成交。女子主持她的话语清晰而有力，回荡在充满紧张气氛的神脉会的广场内，微笑着轻轻敲响了小锤，仿佛是为这场华丽的竞拍画上了圆满的句点。幻月花，那传说中的奇花，以其独特的美丽和难以捉摸的力量，吸引了无数势力强者间的激烈竞价。而最后，幻月花不出意外地落入萧炎之手，而萧炎的眼神中透露出一抹金芒，仿佛早有预料。丹神塔的名号就如同悬挂在众人头顶的利剑，一出手便是惊天动地，无人能与之抗衡。望着幻月花被萧炎成功竞得，云韵的美眸看向萧炎时，两人相视一笑，那份默契和彼此的情感在这一刻凝固成永恒。最后，那朵幻月花被神脉会上的一位女子接过，然后穿过小道，径直来到了萧炎他们的身边。而云韵接过幻月花，那淡淡的荧光在她手心跳跃，她仿佛能听见幻月花中蕴含的力量在她体内的回响，那是属于对花仙之道的呼唤，也是她内心深处的回应。随着幻月花的尘埃落定，新一轮的竞价再次拉开序幕。女子主持的神脉师娴熟地展示着下一件珍稀神脉品。新一轮的竞价开始，一件件神脉品犹如梦境中的幻影，逐一展现，每一件都散发着神秘而强大的气息。内塔之主与10大神长老们，他们的眼神中闪烁着睿智与冷静，每一次出价都在演绎着最激烈的竞价较量。